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手抓饼好做，但是里面的油酥难调。只要油酥调好了，手抓饼不但好吃，还非常的起层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两种做法，一种是五香味的，另一种呢是五香葱花味的，层次分明，外酥里软。一次多做一点，放入冰箱保存，1个星期就不用起早做早餐的了。早上起来几分钟就能搞定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杯子里面的开水300克，加6克的盐，给它搅拌至融化，然后用这个盐开水来和面。盆子里面的高筋面粉是1000克，也就是2斤，然后加6两的开水，给它烫一下。首先用开水烫面呢是有2个目的，第一个呢是避免它起筋，避免后期烙出来的饼搅不动。第二个呢是增加它的柔软度，因为面烫过了以后含水分特别的足，凉了它也不会发硬，就是起到这一点的作用。这个水呢是从饮水机里面接的，水温呢大约在85度左右，这个水温呢也不能太高，水温太高和出来的面没有一点筋性，而且还很粘手。开水加完了以后，继续再加凉水，也是300克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盆子里面无干面粉时，加食用油大约20-30克左右，然后下手开始揉面。和手抓饼的面不能老揉，揉时间长了它容易起筋，做出来的饼不松软，搅不动也就不好吃了。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，上面拍点油，盖住盖子，洗面40分钟，然后再来操作。趁着洗面的时间，我们把准备工作给它做一下。首先切一把葱花，葱花呢切得越碎越好，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。下面我们来调一个酱汁，首先在碗里加1勺的红油豆瓣酱，然后再加1勺的甜面酱，再加半勺的黄豆酱。调好以后，锅里打少许的油，油在温热的时候葱姜爆锅，随后把我们调好的酱汁也倒进去，用温油小火慢炒，给它炒香。油温千万不要过高，过高了酱容易糊，也容易成坨坨，一会儿刷酱的时候刷不开。炒香以后给它盛出，再加一点芝麻酱，给搅拌均匀以后，等一会儿我们刷饼用的。酱炒好以后，我们的面也已经醒滑到时间了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给它移在案板上。因为面揉时间长了容易起筋，做出来的饼呢也不松软。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搓成长条，然后给它1分为2，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然后再把每个小剂子呢按你喜欢的方式给它揉圆。揉圆以后均匀的摆放在案子上，全部都揉好以后，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再次让它松弛20分钟左右。趁到醒滑的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油酥。50克面粉里面加8克的盐，加10克的糖，再加5克的五香粉，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用45克的热油给它泼一下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一个偏稠的油酥，然后再加2小勺的芝麻酱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的油酥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油酥呢，咸中带甜，五香味夹着还有芝麻的香甜，特别的好吃。油酥做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的饼已经也醒滑到时间了，首先从第一个开始拉，然后给它拉长，用手给它拍一拍，用擀面杖往前推，往后拉，给它擀薄以后，上面薄薄的刷上一层油酥，刷好以后，上面再撒上薄薄的一层面粉，这样更容易起层。因为我们家一点面粉都没有了，这一步我给它省略了。然后再用擀面杖左右给它拉伸，拉得更薄一点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起来，再用手给它整理一下，从一头给它卷起。卷好以后，这一头塞到下面，我们一个小饼生胚都做好了。喜欢吃香葱味的，上面可以撒一点点的葱花。撒好以后，按同样的方法，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起来。叠好以后，要是怕漏油的话，把下面这一片给它叠在上面，然后给它抻长。抻长了以后，给它拍一拍，从一头给它卷起来。按同样的方法，把所有的小饼生胚全部都给它做好。做好以后，摆放在保鲜膜下面，防止表面烘干。下面来准备一下不粘油纸。考虑到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不粘油纸，今天用保鲜袋来代替。喜欢节约一点的，把前面和后面剪掉，就可以变成2张。我都没有剪，因为烙出来饼以后还可以用这个袋子打包。
准备好以后，下面开始擀饼。从第一个开始拉，先给它按扁，然后擀面杖放在面团的中间，往前推，往后拉，然后再换一个地方，再往前推，再往后拉，给它擀成薄厚均匀的饼状。擀好以后，用擀面杖托着，放在保鲜袋上，饼上面再放上一层保鲜袋。就这样擀一层饼，放上一层保鲜袋，一直把它放完为止。擀好了以后，给它放入冰箱冷藏，到您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。锅烧热了以后，直接下锅烙就可以了。按此方法全部做完以后，给它放入冰箱冷藏。下面我们开始烙饼。锅烧热以后，锅里也不用打油，直接给它下锅烙就可以了。烙至一面定型以后，给它翻一面，烙至另一面定型以后再翻面，然后上面再刷上一点点的油。再用硅胶铲给它推一推，挤一挤，这样更容易起层。因为在擀饼刷油酥的时候，油酥上面缺少了一层面粉，所以在烙饼的时候它自己不会鼓起来。油酥上面撒一层面粉是非常的重要哦。好啦，我们的饼已经烙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外酥里软，层次分明。喜欢吃鸡蛋的，在烙的时候也可以灌一个鸡蛋。喜欢吃酱香味的，到您出锅的时候，上面刷一点我们炒好的酱，也非常的好吃。不喜欢吃酱的，吃原味也可以夹菜吃，怎么吃都很好吃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